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2集。无所事事的一天，两男孩在家看起了搞笑视频，即使再好笑的桥段，看了无数遍也提不起兴趣了。小新就提议去外面玩，这时屏幕弹出了《派对之王》的预告片，正准备点进去一探究竟，结果发现需要满21岁才能观看，不过生日都是自己输的。小新轻轻松松就进入了页面，这预告片确实够刺激，不小心瞄到一眼的辛巴吓得连忙将笔记本封存起来，从窗户上扔了出去。这位父亲大发雷霆，明明吩咐过儿子收拾房间，没想到竟然在电脑上搞颜色。小新觉得老爸就是大惊小怪，在他看来根本没有收拾房间的必要，反正都会脏。看着小子不服管教，辛巴火气上来了，对小新说这是他的地盘，必须得听他的。可小新还是不痛不痒，那我看情况吧。儿子不听话，辛巴找妻子抱怨，然而辛巴却觉得他们父子俩的脾气也都差不多。听妻子这么说，辛巴简直难以置信，他觉得自己是非常愿意听取明智之人的建议的。辛巴表示他的做法就完全不同，他常常会在半夜的时候帮小新打扫房间，等到第二天早上就会感谢他打扫了自己的房间。没想到辛巴为儿子付出了这么多，辛巴当即做出承诺，让他好好休息，自己去好好教训他。吃饭的时候，小新又将西兰花剩下了，无论辛巴如何劝说，他都不肯吃。为此，他甚至愿意再喝一杯牛奶，但辛巴已经决定不再将就儿子了。在矛盾持续升级之前，辛小妹表示自己愿意吃掉剩下的西兰花，然而她的提议并没有让辛巴松口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说要守着小新，直到他吃了才能离开。小新嗤之以鼻，不就比谁做的久吗？他有自信能熬过辛巴。于是乎，西兰花静坐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整整17个小时，父子俩都没离开餐桌。辛小妹安慰妈妈，他们不会在这里浪费周末。话音刚落，莱尼就打电话过来了，告诉辛巴虚拟橄榄球的招募就要开始了。辛巴十分看重这个比赛，因为去年输掉的时候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。然而电脑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如果要拿就必须得离开座位。看着一旁的小新得意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，辛巴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让辛妈来帮助自己招募虚拟橄榄球队队员。突然受此重任，辛妈有些手足无措，表示自己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，但辛巴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，就将账号和密码告诉了他。第23个小时的时候，眼镜仔找到了小新，说马丁偷偷学了防身术，现在这把小胖子打得满地找牙。从这个角度看去，只能看到混混们的反应，却看不到最精彩的揍人部分。这下轮到小新坐立不安了。辛巴拿起一朵西兰花，说这就是他前去观战的门票。最终对西兰花的厌恶还是超过了看打架的欲望。小新坚定地表示他再也不会吃西兰花。这时辛妈走了过来，告诉丈夫她给队伍招募了5个人，这数量上就已经注定了败局。辛巴也坚定了决心，一定要儿子将西兰花吃掉。又过去了1天1夜，父子俩还在餐桌上干瞪眼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辛小妹想到了个好方法，她打了2杯水果沙冰，但只有其中的1杯含有西兰花。小新选择1杯喝下，因为无法判断有没有喝到西兰花，所以父子俩都不算放弃。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，然而小新手一挥，将2杯冰沙都打翻了。很好，现在2人的战争又升级了。辛妈很无奈，看样子光凭他们是无法解决矛盾了。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晚上夜深人静，小新和辛巴都睡熟了，一群黑衣人套住了他们的头，将他们给接走了。父子俩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一艘船上，船长说是辛妈将他们送来做苦力的，为期1周，他们要像水手一样生活吃饭，并且用治疗法来解决父子问题。要改造他们恐怕还需要费些功夫，因为船长刚介绍完，他俩又打起来了。辛妈还在为自己的决定高兴呢，仿佛都感应到父子俩已经和好了。这时辛巴的橄榄球联盟发来了消息，点进去一看，居然是莱尼在咒骂他的队伍烂。辛小妹安慰妈妈，男生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喜欢吐槽基友，就像女生爱恭维敌人。不料这时卡尔也发来了消息，说4分卫太挫了。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消息弹了出来，无一例外全都是说辛巴的队伍弱的。辛妈很不喜欢这样的说话方式，她决定做些什么来转变人们对队伍的态度。做礼拜的时候，她向上帝祈祷，希望他能够帮助辛巴的朋友们理解，虚拟电脑橄榄球赛并不是他们在网上说脏话的理由。没想到在教堂里，那些人还在发消息，环视四周，根本没有几个人在真心祷告，就连牧师本人都在偷偷吐槽辛巴的队伍。辛妈受不了了，抱起教堂的路由器就跑了出去。辛小妹只能向大家解释，她压力很大，她的丈夫出海了。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父子矛盾，船长就让他们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。原本应该是辛巴先来的，谁知一个手
手风琴下去，这货直接被砸海里了。于是船长只得询问另一对父子。孩子说他不满意爸爸总是过度夸奖自己，确实如此。他刚说完这句话，就被他爸爸给抱住了，还说为他的诚实骄傲。这的确是个问题。不过船长还是比较感兴趣辛家父子，刚把目光投向他们，船长就被吓了一跳。辛爸满脸红斑，牙龈肿胀发红，很显然是得了坏血病。得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吃橙子，船长更加确定了。看样子辛爸这段时间只能以柠檬为食物了，而小新则可以深刻体验一下独立自主的感觉。没有辛爸在旁边捣乱，小新确实更加自在了。扬起风帆拯救辛爸，每一样他都做得很完美。反观辛爸则是不停歇地吃着柠檬，好不容易被派去收拾风帆，结果内裤又不小心放飞自我了。在一次攀爬比赛中，小新以绝对的优势率先登上了桅杆的顶端，他独自俯视着一望无际的海面，仿佛天地万物都尽在掌握。这天，小新叫住了老爸，让他看自己打的一个悬圆两半截。刚开始辛爸还不信，直到这事实摆在他的面前，看着儿子那被海风吹过的头发，那粗犷黝黑的皮肤，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：你玩得很开心是吗？听到儿子亲口承认后，辛爸更不淡定了。在他看来，小新是自己的儿子，理应讨厌自己讨厌的东西。小新受够了老爸独裁者的模样，他坚定地表示自己有权利选择喜欢的和讨厌的东西，他现在就喜欢当一个水手。这时船长走了过来，赞扬小新升降索打得不错。之后两人又就打法认真讨论了起来。几天过去，船长觉得大家都长进了不少，不过最该受到表扬的还是小新。鉴于他的优良表现，船长将他晋升为了准尉。小新很兴奋，询问是否代表他可以发号施令了。听到船长肯定的答复后，辛爸不乐意了，咋的？这小子还能命令他老子吗？然而船长告诉他，现在小新是长官，他有权利命令辛爸，如果拒绝，那就只能铁链伺候了。长官的感觉就是与普通船员不同，上个甲板都有专人通报。视察工作的时候，小新发现辛爸在偷懒，这是天道好轮回，走上去就质问他爹为什么不干活。巧了不是，辛爸竟回答说反正还会脏的。这对父子俩的关系算是彻底调换了。现在的辛爸与当初的小新那是不相上下。另一边，辛妈向两位姐姐抱怨，模拟橄榄球赛将男人们全都变得满嘴粗话。姐姐们觉得辛妈将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，她所认为的那些粗话都是男人的口头禅罢了。不过他们还是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措施，那就是在这次球赛中打败最厉害的那个人。闻此，辛妈露出了坚定的目光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比赛当天，辛妈端坐在电脑面前，她已经准备好带领辛爸的球队去对抗战无不胜的老谋子了。据围观群众所说，辛妈查看了伤病名单、选秀报告，甚至还研究了录像带，就等着今天一雪前耻。当联盟理事长得知辛爸的球队要求以5个球员开局时，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轻蔑，他认为这支球队死定了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？借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疾风，辛妈的5名球员发起了远程攻击，频频3分得手，最终比赛以辛妈的完胜以及老谋子的完败收场，同时也证明了虚拟橄榄球赛全凭运气。小新现在很苦恼，他不知道该如何管教不服从自己的老爸。船长安慰他，说不定辛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辛爸从别人的包里翻出了瓶酒，正躺在吊床上买醉呢。船长一把夺下酒瓶，义正言辞地告诉他该抵制诱惑，不料他自己就没守住原则，拿起来就是吨吨吨。然后这艘船上就多了2个烂醉如泥的男人。若是放在平时，喝点酒也许没什么大不了，可是今晚那股帮助辛妈射门的疾风降临在了海上，整艘船很快就被浓厚的乌云所掩盖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大海波涛汹涌。然而醉酒的船长此时却忙着表演杂技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小新站了出来。现在他是这艘船上军衔最高的长官，理应由他将所有人平安带上岸。灯塔就在前方，只要能通过那里，就能顺利到达港口。辛爸却不同意儿子的计划，他不相信这能够做到。他让小新立刻放下锚，等暴风过去。知道老爸是因为自己从没听过他的话才要对着干后，小新拿出了一直带在身边的西兰花，当着辛爸的面将它放入了口中，嚼碎吞下，询问是否这样他们就能互相尊重了。儿子都已经先退让一步了，辛爸也没再坚持。他戴好帽子，端正的行了个礼，请您下令，准尉先生。在小新的英明领导，所有船员同力配合之下，这艘船最终成功抵达了港口。要问他们的情感问题是否解决，只需要观赏一段父子俩的默契舞步就能得到答案。不过估计他们不会再想来一段海上航行了。
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现在算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一模一样的言论和脾气。或许横在辛巴和小新之间的从来都不是矛盾，而是过于相似了。通过这次的海上之旅，其实可以看出小新对某些事情是有天赋的，可却迫于辛巴的家长权威而濒临夭折。在责怪孩子不懂事之前，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自己作为家长的所作所为。其实不仅是父母和孩子的相处如此，与人交往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指责别人错误的同时，也应该好好审查自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